11月24日，在电焊机3分厂的查找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个厂的青年工人潘兵在接受侦查员调查的时候说，他以前曾经把自己的名片送给一个堂兄弟。他往厂里打过电话，但是8号下午他没有在厂里，就没有接到外来电话。你的那个兄长长得什么样？他24岁，身高1.8米，大脸盘，大眼睛，长得很结实。他叫什么名字？叫潘晓峰。清晨，潘晓峰打车回到何婉珍的家，没想到何婉珍劈头盖脸的吵骂了起来：“你个瘪犊子，怎么又一宿没回来呀？”妈的，这个女人一刻也离不开我。潘晓峰心里很得意，不过自己毕竟是个男子汉，让女人这样连管带骂的总不是个事儿，于是瞪起眼睛说：“我愿意，你管不着。你吃我睡我，我怎么管不着？也就是我吧，换了人，你这个烂货谁他妈要？”话还未了，何婉珍已经伸出尖尖的食指扑了过来，抓挠潘晓峰。潘晓峰边躲闪边还击，动起了拳脚。后来还是潘晓峰做出笑脸，拿出一枚金戒指走过去说：“哎呦，大姐，咱俩别闹了，你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送给你作为生日礼物吧，行不行？”何婉珍本不想搭理潘晓峰，可是那枚金灿灿的戒指太有诱惑力了，她便伸出手接了过去。金戒指样式不错，分量也重，只是有点旧。她戴在手指上问：“怎么是旧的？哪儿来的？”“朋友在广州买的，你别看旧了点儿，可是纯金的。”刚才何婉珍发脾气不过是吓唬潘晓峰，管束他一下。现在见他用这样贵重的东西来安抚自己，也见好就收，转温微笑，现出往日的媚态说：“你等着，我给你炒几个菜，咱俩好好喝一顿。”于是他又娇滴滴的忙前忙后的转悠开了。就在当天，一个惊人的消息震撼着潘大江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下午3点半，家住农村的潘大海突然来到弟弟家，对潘大江说：“我听说咱家小兵说，公安局的人到他那厂子去调查去了，要抓一个杀人犯，说的那长相倒挺像小峰啊。”啊！潘大江就大吃了一惊，脑门上冒了汗了。潘大江马上找来潘宇，他说道：“快，给你哥打传呼，他大爷来了，让他回家吃饭。”好在潘家是借住在学校里，使用电话比较方便。功夫不大，潘晓峰回了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啊？”潘大江从女儿手里就抢过了话筒说：“你快回来一趟。”潘晓峰说：“我现在有事离不开，不回去了。”潘大江见身边只有女儿，就小声地问道：“现在公安局在小兵的厂子里调查案子呢，有你什么关系没有？”过了好一会儿，儿子才说：“你说的我明白，你赶快把我的照片都收拾起来，找个地方藏起来。”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潘大江脑子嗡的一下子，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儿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听得出他的话音中含着惊恐。潘大江让潘宇再给儿子打传呼，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潘大江抓起话筒问：“小峰，你到底在哪儿呢？我想看看你。”“哎呀，你看不着，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吧。”儿子着急地说。“快把电话放下吧，小心有人偷听。”啪的一声，电话又挂断了。那边潘晓峰打过电话以后，同样心里砰砰砰的急跳。难道事情翻了？但是潘晓峰没有外逃，他认为那些案子都干得干净利落，没有留活口，怎么会漏呢？要沉住气。岳秀华也给他打了传呼，告诉他聂娟的儿子今天过生日，请他过去。这个聂娟也是他在舞厅认识的，和岳秀华是好朋友，他当即就答应了。虽然他现在又有了何婉珍和岳秀华的优惠少了，但是这个面子得给。
潘晓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何婉珍，免得回去晚了他又闹。当然何婉珍并不知道他和他们的关系。这场生日宴大家吃吃喝喝，玩玩闹闹，挺开心，直到晚上7点多才散。岳秀华叫了一辆的士，让潘晓峰和他一起走。酒精使他心惊摇荡，渴望从小情夫那里捡到一些温存。可是今天不同于往日，潘晓峰那双贪婪的手却变得老实了，他眉宇间也显出了几分阴郁。岳秀华才去主动把身子依偎过去，紧握住潘晓峰的手，悄声问道：你怎么了？没怎么。潘晓峰取出钱夹，抽出4张100元大钞塞进岳秀华手里：给你打车钱。的确，潘晓峰今天的手格外松，比往日更大方。下午他又给何婉珍一枚金戒指。其实在潘晓峰看来，要想得到那些黄货很容易，干一个案子就有了。他吃喝玩乐搞女人都需要钱，没钱了就干案子，差不多每个月就干一次。除了5·1节前那一次因为判断不准没有成功外，回回都没有空手过。潘晓峰对岳秀华说：咱们到皮鞋舞场吧，我打个电话。潘晓峰和皮鞋舞场的人认识，就在值班室给父亲打了电话，让他到这里来。走出值班室，他对岳秀华说：你在这里等我爸，我到那个胡同里等着。说完消失在一条小胡同的黑暗之中。他怕父亲后面跟着警察，不能不提防，如果真有情况他可以逃跑。岳秀华觉得潘晓峰今晚很反常，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他对于潘晓峰是无条件依从的，就没有问。潘大江急于见儿子，就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来了。岳秀华喊潘晓峰，潘晓峰判断父亲身后没有跟着人，便缓缓地走了过来。父子俩在这种场合见面，各自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潘大江问：公安局在查杀人凶手，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潘晓峰嘴里却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月光下潘晓峰脸上挂着冷笑。再说了，杀一个是杀，杀2个也是杀。潘大江听了心头冰冷，头发直竖。说话间，潘晓峰把 BB 机和身份证拿出来交给潘大江，像交代后事一样似的说：爸，你把我的户口销了吧，再给我开个死亡证明。潘晓峰这种态度足以表明他杀了人，但面对感到陌生的儿子，潘大江不敢说什么，只是生气地说：死亡证明是随便开的吗？父子俩都不愿在这里多待。分手时，潘晓峰又把身份证和 BB 机要回去了。他想到逃跑以后还需要使用这个证件呢，他说：我不能回家了，以后你们别找我了。然后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潘大江却没有走，在黑暗中伫立长久，心头沉重。作为父亲，作为教师，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自己家中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在这个人的血管里流淌着自己的血呀。潘大江回到家后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次日一早，他拿着儿子的照片来到刑警支队。我不能包庇他，你们认认看，要抓的是不是他？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想到，一夜之间，如果这个潘晓峰真是犯罪分子的话，他早已经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跑得无影无踪了。一位刑警严肃地问道：你昨晚怎么不来呢？在法律与亲情之间选样，孰轻孰重呢？潘大江难说清。他回答道：我当时也拿不准他是不是有事，就是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潘兵说出潘晓峰这3个字后，傅旭心中一动。在9413苏云被害案现场上，犯罪分子留下那张纸条的署名
不就是小峰吗？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事情会有这么巧？当时的想法是，这种事是不可能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加思索的就编造一个假名字，为什么偏偏要把自己真正的名字留在现场呢？不过现在叫小峰这个名字的人也极多，就是在专案组里不是也有一个叫王小峰的吗？王小峰等侦查人员带着潘大江交来的那张照片再次来到泰丰电器修理部，让汪义胜和丁浩来辨认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上次来修移动电话的那个家伙。那是一张几年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潘晓峰站在一处旅游风景点前，惬意地微笑着。汪义胜和丁浩拿着照片左看右看，越看越觉得不像，最后两人都摇了摇头，不是这个人。一个费尽周折找到的看来很有价值的线索，到这里又卡了壳了。当天晚上8点多钟，潘晓峰回到何婉珍家，沮丧而紧张。何婉珍见他神态有异，问他怎么了。他说出事了，别人偷东西他给销赃，现在公安局正在查他，他得出去避避风头。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其实何婉珍是有预感的，今天当潘晓峰1天之内给了他2枚金戒指后，他就感到情况很不一般。他曾问，这2枚戒指值多少钱呢？潘晓峰说，这2个加起来不到1000块钱。稍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你放心，这东西不是抢来的。何婉珍听出话里有话，猜想戒指不是好道来的。不过何婉珍对此倒不在乎，她担心的是从此失去这个比她小8岁的男人，便问道，你要去哪儿啊？能对我说不？潘晓峰说，去丹东，然后去河北，河北有2个客户在等我呢。当天夜里，潘晓峰带着600多元钱就走了。专案组并没有因为2个辨认照片的人否认了潘晓峰而消除对他的怀疑，因为他的疑点太大了。侦查员们认为潘晓峰的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当时他正处于相貌变化较大的青春期，加上衣着的改变，辨认人很难据此做出肯定的结论。25号，在关键时刻，指挥部果断地做出决定，对潘晓峰的家进行搜查。搜查中，侦查员反复做潘晓峰家属的工作。张玉春和潘宇母女俩交出了潘晓峰送给她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和手表等物品。侦查员一一找到那些被害人的亲属，让他们来辨认这些东西是不是被劫之物。当那条带小坠的金项链拿给串联3号案的一位被害人韩玲的丈夫看时，他的双手抖动了起来，泣不成声地说，这是我爱人的，这条项链是1991年3月我在广东花870块钱买的，后来我出国给他带回来这个坠儿，你们看，它的正面有个泰国小佛，背面有一条 S 型花纹，这个东西确实是我爱人的。睹物思人，他的悲泣令在场的办案人员无不为之动容。犯罪证据的获得终于使串联3号公案的侦查有了转折性的突破，认定潘晓峰就是那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狂魔。对案犯采取行动刻不容缓，他1天不归案，就使社会多1天的不安全，很可能继续杀人作案。但是潘晓峰现在在哪里呢？潘大江、张玉春夫妇对儿子的栖身之处一无所知，他们向侦查员所能提供的只有 BB 机号码那一组数字。结合潘大江讲的情况分析，案犯已经逃遁。办案人员对潘晓峰的亲属晓以大义，沉以利害，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潘宇交出了一张纸条，那是何婉珍留给潘家的，上面写的是他的住址。专案组立即行动，搜查了何婉珍的家。搜查中发现了潘晓峰穿的一双42号先例高牌白色皮鞋，送刑警支队做技术鉴定，技术人员将其印记与从94、919被杀案现场那旧地毯上提取的灰色鞋印相对比，发现两者鞋底大小、花纹、形状种类相同。
前掌下沿中部缺失大小，位置形状都相符，无本质差异。据此得出结论，94、919案件的犯罪分子就是穿该鞋的潘晓峰。何婉珍交出的金戒指、金项链和狐狸围脖都认定是川联3号公案的赃物。何婉珍说，他不知道潘晓峰的去向，但是交代了潘晓峰对他说的要去丹东、河北的话。他又说，今天下午2点左右，潘晓峰打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到了建平了。何婉珍说，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没说。我问他，你带的钱够用吗？他说，用钱的时候再用电话联系我。何婉珍家中没有安电话，她使用的是她家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当然，这部电话和何婉珍的家都已经受到了警方的控制。何婉珍交出了潘晓峰的一张留言条，珍，我走了，我对不起你，你也要好好过日子，等我回来。何婉珍说，潘晓峰是在他入睡以后走的。办案人员看过纸条以后感到愤慨，就是这个家伙先后极其残忍地杀害了9个无辜的女性，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可是他对自己的姘头却是温情脉脉，儿女情长。潘晓峰真的去了丹东或建平，还是虚晃一枪呢？潘家的亲属比较多，有的是在农村，他是否前往了呢？为了捉住杀人狂魔，不能吝惜警力，要确保万无一失，指挥部派出了7路人马，吩咐丹东、苏家屯、建平、新民等地缉捕潘晓峰。在潘大江家中，愁云密布。事已至此，潘大江意识到了儿子罪孽的深重，心里十分难过。25号中午，他再次面临法律与亲情的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向公安机关报告。今天中午，他的妻子在学校接到一个电话，是潘晓峰打来的。他说，妈妈，我想你啊。母子2个都哭了。张玉春回到家，将此事就对丈夫说了，又伤心地哭了许久。侦查员问，潘晓峰从哪里打来的电话呢？他说是在辽宁。侦查员问，潘晓峰从哪里打来的电话呢？他说是在辽宁。他在辽宁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吗？他的一个表弟叫吴明，在辽宁省邮电学校上班。专案组分析，潘大江报告的情况是可信的，于是兵发辽宁。办案人员在邮电学校宿舍找到了吴明。吴明说，25日11点40分左右，他是在学校门口见到潘晓峰的，说来看看他。吴明说，那你还要去哪儿啊？潘晓峰说，我去丹东。你去那儿干什么呀？办点事儿。你哥不走就得死在这地方了。你犯了什么事儿？犯点小事儿。你什么时候毕业？我3年以后吧。3年以后我就回来了，那时候我的事儿也就消了。侦破人员们分析，潘晓峰一再向他亲近的人提到要去丹东，这说明丹东应该成为追捕案犯的重点地区。于是指挥部向丹东增派了力量，并在本地火车站设网以待。专案组分析，潘晓峰是在缺少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惊动的，走得仓促，身上带的现金不多，没有流窜外地的经验，加上亲情和姘头的羁绊，他不会走得太远，有近期返回沈阳市的可能。所以何婉珍、岳秀华2家应该是重点张网守护的地方。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青年侦查员王东阳和特警队队员朱刚、高继3个人被指挥部派到了何婉珍家中守株待兔。进驻何家已经2天1夜了，王东阳他们一直没怎么睡觉，困极了就轮换着打个盹儿，吃喝拉撒都要在屋里解决。但是为了擒住杀人狂魔，他们分分秒秒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没有丝毫松懈。和他们3人在一起的还有户主何婉珍，刑警人员们允许他有小范围的活动自由。
虽然他还不了解案件的详情，但是已经知道潘晓峰是个杀人犯。每一想起这个，就使他不寒而栗。原来以为他不过是偷偷摸摸而已，没想到还背负着人命。潘晓峰送给他的那些戒指、项链和狐狸围脖，都是从被他杀害的女人身上扒下来的。26号中午，又到做饭的时候了。何婉珍拿起铝盆到外面接水，他刚走出房门，一抬头，远远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神态紧张的男青年向这边走来。哎呀，是他！虽然心里有些慌乱，但他没有忘记公安人员事前的叮嘱，什么也没说，赶紧转身回来了，对在屋里守候的干警说：哎呀，他回来了。王东阳等人当然知道何婉珍所说的他指的是谁，当即振作起来。王东阳飞快地闪到门后，悄声命令2名特警抽出手枪，咔咔2声，子弹上了膛。屋外来者果然是潘晓峰，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在外面流窜了2天，却怎么也跑不远，好像有无形的绳索在牵着他。他自以为行踪诡秘，便在惴惴不安而又心怀侥幸之中溜了回来。走进屋子，他四下扫了几眼，没发现什么异常，就上前敲门。那门应声起开一道缝，他一愣神儿，伸进脑袋向屋里看。就在这时，王东阳猛地双手出击，一只手抓住潘晓峰的上衣，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右手，一猛劲儿的把他半个身子就拽进了门槛。紧接着王东阳顺势摆臂，用尽全力顶住了房门，将潘晓峰半个身子死死地挤在门缝中间。潘晓峰暗叫不好，拼命向后挣扎，怎奈那门把他牢牢地挤住，出不去了。王东阳2只铁钳般的手把他紧紧地抓住不放。他纵然背生双翅，也难以挣脱。说时迟那时快，朱刚、高继2人一起冲了过来，将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潘晓峰的太阳穴上，喝令道：不许动！王东阳顺势将他按倒在地上，生擒活捉。恶贯满盈的杀人狂魔终于落入法网。经过检验，潘晓峰耳血为 O 型，唾液为 O 型，指纹与足印鉴定证明潘晓峰就是串联3号公案的案犯。在看守所里，捧号带料的潘晓峰面对公安预审人员，先是拒不承认杀人犯罪，继而装出一副硬汉的样子，不打自招地说道：我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哼，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可是在第2次审讯时，在神圣的法律威慑下，他就不得不供认了一系列罪行。他说道：我在街上瞄准的被害人都是30多岁的单身妇女，她们身体条件差，我一直跟着她们到家。她们进屋以后，我在外面听动静，看屋里有没有别人，如果没有别人，我就用电业局查电表，楼下的邻居看看厕所漏不漏水等等借口把门骗开。进屋后，我先杀后抢，不留后患。听着这个犯罪分子的供述，令人不寒而栗。潘晓峰说，1993年11月11日第一次作案后，在被害人出殡时，他曾去看过，看到被害人的家属哭得那么伤心，他的心里也不大好受。当然，没有人相信这假惺惺的表白。潘晓峰在此前没有犯罪前科，他人生24年的履历非常简单，只用110个字就足以写完。概括说，不外是上小学、中学到工厂，停薪留职经商而已。可是忽然之间，他像着了魔似的开始大开杀戒，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实施犯罪，而且一杀而不可收，平均每个月就要干1件案子，杀1个人，气焰何等嚣张！杀1个人是杀，杀2个人也是杀。这句不打自招的话很能表明他疯狂的心态。如果不是公安干警将他抓获，不知还要有多少人惨死在他的绳套与菜刀之下。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潘晓峰从1993年11月到1994年11月，
这1年间，先后尾随妇女入室杀人、抢劫作案9起，其中1起未遂，共杀害妇女9人，奸尸4起，抢劫财物折合人民币6.94万元，除给亲属4000元以外，全部挥霍。1995年1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以故意杀人抢劫罪判处潘晓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场上一声枪响，结束了这个罪恶的生命。